今天我将分享5个最烂的英文学习方法。在网络上有很多影片都在分享如何有效的学习英文，但是很少人告诉你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一些没有效率的英文学习方法。如果能够避开这些学习上的绊脚石，那在英文自学的路上我们就已经成功一半咯。这5个最没有效率的学习方法是根据我小时候的英文学习经验。在 Robin 出生之后，我特地在他英文学习的初期特地把这些学习方法剔除，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培养他对英文的兴趣，把英文当作工具来学习，能够活用于生活之中。如果您跟我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真正的英文使用者，那一定要把这集影片看到最后哦。欢迎来到我频道，我是最热爱思考的 Robin 妈妈。我热爱思考，又关心孩子的学习。我希望可以帮助孩子用最少的力气找到最适合的学习方法。如果您跟我一样，也关心孩子的学习，希望可以用有效率的方法帮助孩子找到他们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咯。那我们开始吧。跟大家分享这5个最烂的英文学习方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很没有效率。根据脑部的科学研究，儿童在6岁以前主要是仰赖右脑来帮助他们学习新的事物，而右脑掌控的就是透过五感来学习。五感就是需要透过视听嗅触及本体觉的方法，才能够有效的学习到新的事物。以下我要分享的5个最烂的英文学习方法，并不是孩童最喜欢的右脑学习，所以这些学习方法用在儿童身上是很难发挥到最大的学习效果。那我赶快来分享对儿童而言这5个最没有效率的学习方法。第一，就是狂背单字。大家还记得以前是怎么背单字的吗？是不是都拿着一本生字本或者是一本字典，然后看到一个字，例如 book 叫 B-O-O-K book 书本，就是这样背单字10倍。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些单字，甚至连它的发音我们都没有办法有自信的开口把它念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单字时，如果旁边没有 KK 音标，我们几乎就念不出来了。说到这里，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以前学习英文的不好经验呢？这边我必须要特别说明，我并不是反对孩子背单字，我觉得背单字应该要从建立语感开始，之后学习自然发音，再透过读本及绘本上面的图片，让孩子可以认识单字，增加单字量，并且学习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些单字，这样子孩子才能成为真正的英文使用者，而不是把背英文单字当作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而已。以上这些英文学习方法在我之前的几集影片就有讨论过了，如果还没看过的家长可以参考下面的说明栏，有一系列的英文学习方法大家可以参考哦。第二个就是从文法开始学。在我的频道中，我从来没有提过儿童要先学习文法，因为学习文法必须要等到孩子的英文已经足够好了，而且他的认知发展可以理解文法的组织架构，这样子学习英文的文法才能够发挥效果。有些家长可能会问，那什么样才叫做英文够好了，能够开始学习文法？我觉得孩子必须要能够用英文流利的回答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这样的程度才能够理解文法的结构。当然，这也必须配合他的认知年龄。如果他的认知年龄无法理解文法的结构，那学习文法的效果就会大大打折扣了。说到这里，还没订阅这个频道的观众，赶快按下左下角的订阅按钮哦。第三，就是拼命的刷考题、写练习卷。这个方法对语感的建立是没有帮助的，而且会更加深孩子对于英文的学习就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而已，这样就彻底的浇熄了孩子对英文的兴趣。一旦孩子对英文毫无兴趣，就很难再激发他们对英文的学习热忱。第4个方法就是一下子听了3个小时的英文儿歌，或者是读了100本英文故事书，然后之后的3个月完全没有碰英文。在我们之前的频道，英文的学习强调是小量每天坚持的学习才能够看到效果。这种突然大量的学习造成学习消化不良，以至于每一次的学习都在学同样的教材，这样的效果是大大的打折扣的。第5的方法就是一直让孩子看中文翻译，这样子的方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他可能会听得比较慢，因为在他的脑中，他必须把他所听到的先翻译成中文，
他才能理解他所听到，所以他的整个听到的内容就会是断断续续的，而这也间接的影响到他的口说，因为他必须先把他所想要讲的由中文转换成英文，所以他才能说出口，这样子就会导致他们在口说时容易支支吾吾的，无法流畅的用英文回答。因为仰赖中文的翻译，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们遇到单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会很想要去查单字，这样在一边读一直查单字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对英文的阅读失去兴趣，因为毫无阅读的乐趣。如果我们不希望孩子一直仰赖中文翻译，必须根据他的程度选择适合他的绘本及听力教材，让他先可以听得懂大部分，再来慢慢累积他的智慧量，借由他所听到看到的英文内容去猜测理解他所不知道的英文智慧，这样累积出来的英文语感及智慧量才能够帮助孩子把脑中的中英翻译机剔除掉。这就是以上的分享了。以上这5个最没效率的英文学习方法，你家孩子中了几个呢？如果你家孩子正在使用这些英文的学习方法，那你也应该好好的检视他们的学习效率，不要让这些学习方法成为他们学习英文的绊脚石哦。最后，你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因为你的支持就是我创造更多影片的动力哦。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吧。